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雅马哈的电提琴。首先我手里的这一把是 SV250， 这一把是 YEV104 4弦的，这一把是 YEV105 5弦的。和这一把比较像的那一把黑色的是 YSV104。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50和104的区别。这两把琴最大的区别就是250这一把比较贵，而且只能是找代购来购买，8000左右啊，104是5000左右。看一下这两把琴在这个外观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看一下琴头，104和250的琴头是不一样的。棕色的这一把是250，黑色的这把是104，它们的琴头是不一样的，可以看一下。然后其他从外观上这两把琴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250是双拾音器，然后104是单拾音器。当然这两把琴呢都是需要我们一个控制盒。大家看一下，这一款是250的一个控制盒，这边是连接琴和耳机，然后这边是连接音响或者声卡的，是一个250的控制盒。这个是104的控制盒，它和250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装电池的位置是在后边，然后它还可以就是别在衣服上，别在裤子上。上边呢是插耳机，然后连接琴或者是连接声卡和音箱的位置，还有包括这个音量的大小。侧边的按键呢是调整开关和一个就是有这个混响和无混响的一个开关控制键。好，现在我们来连接一下104的控制盒和琴。首先拿出我们的这个连接线，一边呢连接琴身，这个104连接的位置和这个250是一样的，都在这个塞托的下边，插好。另外一边呢，连接我们上边这个插孔有一个画有小提琴的位置，连接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把耳机插在相对应画一个小耳机的这个插孔，然后我们就可以带着耳机来练琴了。这个声音是分贝非常小，是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我们104背板上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是用来调节音量大小的。音频线的接头是 3.5 的一个接头。当然如果是在演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这么长的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无线的连接器连接在这个我们的控制盒上，然后再连接另一端音响或者是设备上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只要别在衣服上，觉得裙子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裙子呢，别在这里，然后别在裤子上都可以。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来连接无线。好，首先拿出我们的发射器和接收器，这两个不要搞反了，因为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发射器换这个小头，这个就比较方便。来换了这个小头之后，插进耳机的这个插孔。大家千万要记住是发射器，然后另外一端的接收器呢，我们把它插在音响上边。这样演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有一根线牵着你的顾虑，就可以在台上来回的走，这样也不会有线绊倒或者是怎么样。介绍完了静音小提琴104之后，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电声小提琴。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YEV 系列和 YSV 系列的这个形状，从外观上看相差是非常的大。然后我觉得这款还是很帅气的，非常好看，它这个线条也非常的优美，然后也非常流畅。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款 YEV 和 YSV， 它除了外形上之外，在声音上或者是在这个连接上有一些什么区别。YEV 的这一款4弦和5弦的这两把琴呢，它是被动拾音器。被动拾音器就是我们不需要控制盒，也不需要电池，
也就是说它只需要一根连接线，连接上音响之后就会发声。它的这个连接口在哪里呢？在我们纸板的下方，这个是一个 6.5 的连接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纸板后方，我们这个背板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旋钮和一个按键的，这个是用来调节音量的。当你把这个上面的旋钮按下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旋钮上去调节你琴声音的大小。怎么去连接这款琴和音箱或者是声卡？我们要拿一个 6.5 的音频线，一头把它插在这个纸板下方的这个插孔，然后另外一边去连接你的声卡或者是这个音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这个是有线的连接方法。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用无线怎么来连接啊，也非常简单啊。然后也是我们拿出这个发射器。因为也是分发射器和接收器，我们把这个发射器连接在琴后边的这个地方啊，把它连好，然后另外一个接收器把它连在音箱上边就可以了。用什么样子的接收器和收发器呢？我们只要在淘宝来搜索柔柔酱的小店。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把5弦的 YEV 系列，它跟我们介绍的这款4弦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多了一根弦，也就是最粗的这根弦。我们小提琴正常是有4根弦，它是5弦的，多了一个5弦，也就是最粗的这根弦。它的这个音是 C， 也就是哆，相当于呢，就是我们这一把琴既可以当小提琴拉，也可以当中提琴来拉。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2把琴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习惯于拉小提琴的朋友，可能会觉得5弦的这把非常帅，但是呢，它的指板要比4弦的这一把要宽。大家可能这样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刚拿到这把5弦琴的时候，我在拉的时候也是啊，总是会把第5弦当成第4弦去拉，就是所以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它在琴头的位置，因为多了一根弦轴嘛，所以它在琴头的位置要比我们这个4弦的琴头要长出去一块。然后其他在这个琴身的大小上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指板会宽一些，5弦的指板比4弦的宽一些，然后琴头略微大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2把琴的区别，除了外形造型上和刚才我们讲过的一些区别之外，其实它们在大小上啊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基本上都是一样。我感觉重量也差不多，大家放下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这个 YEV 的琴头呢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它其他的位置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只要大家就是会拉木的小提琴，那么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拉的，因为它就是包括尺寸上和声音，或者是你调弦的这个音准，它都和我们平时拉的这个古典的小提琴是一样的。然后我现在为大家来依次演奏一下这几把琴，然后听听看有没有什么能听到有什么区别。
通过刚才的演奏呢，我们就是发现，就是这把琴 YSV 系列的104这把琴，它因为有这个控制盒，然后包括它可以帮你就是改变音色的话，这把琴出来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清澈，非常的甜美。然后我们这把 YEV 系列的琴呢，它的声音呢更加的饱满，更加的丰富，也就是说它这声音跟那把琴比起来更加像我们平时去演奏这个古典的小提琴。如果能配合就是比较好的音响设备，大家就可以选择这把琴。但是如果你说我又想要演出，但是又想要在家练琴不打扰到别人的话，还是建议去买那个 SV104。今天的测评呢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还有什么关于录音或者是电提琴或声卡上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来我的淘宝小店咨询我。